态。你比方说，我们经常有时候泼点墨啊，泼点那个牛奶呀，或者泼点颜色呀，泼到画面上，再根据你泼的那个形状来构图。这种画呢，就是属于是完全不在我们的控制当中啊。你比如说，你有时候在画的过程中，你一下泼下去啊，好多学员就说了，那你能不能画出完全一样的这个画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确实不能啊，那种就是世界独一份儿。当然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比方说在画之前，这个先用铅笔把它稍微构一下，把图构一下以后，然后再根据这个我们在画的过程中，根据它这个铅笔印的位置去调整它。当然这里还是这么说了哈，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就说哦，我已经铅笔印勾出来了，你就不能动了，不能变了，那不一定哈。在落笔之前，因为你现在是一张白纸的时候，一张铅笔印，是不是啊？我们在画的时候，你这是种感觉，真正的墨上去以后，这一块突然变深了，再上去那又是一种感觉好，然后你会根据这个画面的需要，或者是比方说我这个树。我开始在构图的时候，只想把这里画成一颗画成一块石头。我画了以后，觉得这里画一棵枯树是不是更好？所以马上我们就改变。因为画画其实就是种积累，这种积累就是我们常说的，你们第一要见多识广，你要到大自然中去观察去看。当然我们就是说不带脑筋的。去旅游或者去写生，那是没有办法去最后形成了很多的好的东西为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初学者，他就跟我说曾老师在没有跟你学习之前，我们也到过很多的大自然中去，所看到的景或者所看到的一些很多东西。看到了，确实我看到了，那是树，那是水，那是山，但是完全没有往脑子里记这个很多旅游的人都知道，他们上车就睡觉，是吧？这个下车嘛就照相，还有一个呢就是人之其物好，自从跟我学习画画以后，然后很惊奇的跟我说，曾老师我现在会看水了。我说以前你不会看吗？以前真的是不看，看到水是视而不见现在看到小溪水这个小溪流动的时候，这个水冲到石头上的变化然后这个水落下来产生了浪花的变化，再往下流的变化然后有些水比较急，它可能会冲到石头上的一些变化，他去认真的去看了。所以我跟大家说我们在画的时候你出去写生也好，出去游历也好要带着脑筋去游历，带着思想去游历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再速写一下再照片照一下，把景色照下来，不是照你人像把景色照下来，然后以后回去以后要创作的时候，把你的景和你的速写和你的感觉这几样融合起来来这个画画这个对我们初学者来是很有用的所以说我一般来说呢，这个再给大家就是灌输一些就是有时候上课之前给大家灌输一些我们怎么样去到大自然中去，然后去观察你带着这些去观察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基础班为什么我一直在教大家一些很多基础的东西呢？我们在写生的时候，或者是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如果你都没有基础，我们何来创作？是不是只有怎么样呢？只有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了，把各种基础的东西都已经烂熟于胸了，然后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可以信手拈来。这个地方如果是在写生的时候，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个围墙是吧？或者一个完全不如画的东西挡住我的视线了。但是这里呢，必须又要有一个东西，这个时候到处看看，远处有没有适合你画的。如果都是没有适合你画的东西，
你可以拿来主义，把你的打的基础的东西啊，我们找一个合适的东西放在这里，它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就说在画的过程中啊，基础很重要。为什么我们这次专门办了一个基础班呢？好多人其实对这个基础啊不重视，自己完全都还不是这么画的好，就是完全就还画的不是太好的时候，他就要报提高班了。这个提高班说不定在画的时候，我在创作的时候或怎么样的时候呢，太复杂元素太多自己又跟不上都有这种情况哈。还好就是现在好多学员现在又反过来，我们提高班的好多学员又反过来，现在又把这个基础班给报了。到了这个时候，我给大家说哈，我们这个课是无限回看的是无限回看的，大家完全可以不要着急。这里结束以后，把这个课你再一级一级的你再一级一级的把这个课给拿出来，然后前面的课都可以跟着我画，我是给大家留了时间的画一块30，画一块什么，给大家留了时间的哈。还有学员说，很多人都是有一点传统山水画的基础，其实不冲突，关键是看你怎么样变过来。你比方说我要画的这些树也好，画的这些哈，其实都是从传统中来，主要是看你的会不会变，我是觉得很重要哈。那个学画呢，当然不是说是我们每个人这个一下子都能把画画得很好，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勤奋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自己的悟性。悟性高的人他会学得很快你比方说我们这里就有好多学员悟性很高，跟我学了一期面授班跟我学了一期以后，他因此竹类旁通，自己都画得很好了。这里面都有这些哈，而且我们的助教老师里面都有这样的人才。悟性如果不是太高但是呢，你通过努力，你至少可以把这个画，但是你要走好远，不一定走得到好远，但是你至少可以把这个画画得很漂亮，你就没有创作能力。现在我们助教老师里面也有这种人，你叫他这个临摹的作品，他会临得很好他会临得很好，他这个都还不错。但是你叫他创作，你叫他去写生创作，一下子他就不会了这也是我们就是，但这种呢可以通过培养，可以通过我们举办专门的写生班，或者专门举办，因为我现在下一步要准备面授班的话要办教师班。这个教师班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要培养一些我们彩墨山水画的顶尖的这些人才。最后他们学成以后呢，就怎么样让他们去就是说传承我们彩墨山水我会办这个班。这个班呢，就是要特别就是他的水平是要达到一定的水平不是说我们谁想报这个班就能报的，是这样子的。这样子就能让更多的人，你比方说我现在一个人来传承彩墨山水，那我就算是一天忙到黑，也是没有多少人，是吧？也是没有多少人。但如果是有很多人的同时在传承的话，一个人服务100个人，那10个人就是1000个人，是不是这不就很好嘛好，我们在上课之前给大家聊了一下如何学习彩墨山水，还有就是学习彩墨山水要注意的一些这个，我觉得是有用的我觉得是有用的。这个你比方说我就是这么来的好，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干什么？开始这个要画。在画之前，你看我们这里有磁铁，是吧？你5个不够，你6个，6个不够7个都行。然后主要是干什么呢？说不定在画的时候哪里不平，我压哪里。什么时候教一下学景？我要看我们这个课程有没有安排的。这个因为每一次我们这个课程都会在提前给大家把课这些这个
课时就安排好了。如果有这个安排，就会教学景；如果没有这个安排的话，那我在下一次这个面授班就是班的时候哈，网络班的时候会安排。因为现在要是改动的话，那有些人他就是看着课表来学习的啊，所以不能随便改动。好像我们今天这堂课就是上面以云水为主，所以说我今天就是上的这个课哈。我们首先我们就拿我们中石灰是吧？拿中石灰，然后加胶墨，因为画面很小，这里有没有？这里面最好不要对，因为刚洗了盘子，就不要有水。胶墨加珠标，画面很小，我们在画的过程中，笔上的水分啊，你看我都刮了非常多，几乎是刮不出水分了啊，而且把这个笔都把笔啊弄得很尖。好，这样子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就容易画出很有金石味的线条啊！你看我这里就已经出了这么一根一个树桩哈，这个树桩，这个树桩这么大，你看这么粗。如果我们把这个树全部画到顶的话，再出两枝的话，那几乎这个画面就看不到了啊！所以说这个树桩到这里，你看。一定是要保证什么呀？保证它这个我们在画的时候，笔上水分现在还比较多一点，我们在纸上再擦一下，啊，再擦一下。有些地方深一点，这样子就能把这个树啊这些树纹，凹进去的一些感觉，把它表现出来。只是要注意，比方说这么一大块这个墨哈，其实这里就是很小一块面，但是在整个画面很小的话，它就算一大块了。它们要跟这些线条啊要衔接好。你看，我是非常注意这些树纹的一些变化或者它的层次的。这一根是吧？这一块它就是它的比较突出的部分，在最前面啊，这个我把它留的比较多一点。好，然后边上这些，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啥哈，还没有这个用淡墨去调整它。一会儿用淡墨去调整的话，就出来了，包括这里面。
哎，这个树脂里面的空心的一些部分，是吧？那一部分都把它画出来。画出来以后，好，当然如果是就这么一个树桩，肯定不好看，是吧？怎么办呢？我们这里马上这么一转。这里就有一个分支，当然我边画，其实我开始一直在想，是不是让这棵枯木逢个春啊？怎么样呢？你看，我们比方说，哎，这里它是有个分支。这种树在河边啊特别多，有时候呢，它是从上游冲下来的这些树桩啊，上游冲下来的。有时候呢，它就是本身它是长在这个河边的，由于突然有一次发大水，把上面给它冲断了，哎，它就留了个树桩。当然，在画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要注意这个边缘啊，这个边缘不要去把它画出来。哎，大家看，我们现在是吧？这个出来，这个树啊，这些，其实你看，我就一笔哈，没有去。没有去这个去重新调墨啊或怎么样哈，哎，这笔画了一会儿我再考虑一下哈，在不影响我主要的角色啊，不影响主要的角色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加一点别的东西？把它，现在我觉得哎画下来以后，这条有点平，是吧？不是太好看，那我们就可以怎么办呢？是吧？稍微起来一点，稍微起来一点，高于它，要高于这边，但是呢，要比它更高，它这样子就有变化。这也是我经常给大家画画的时候，给大家说的一个疏密关系。我们这些都是马上根据画面需要去调整的哈。把这个画了以后，你比如说，我们就，我们调点颜色。直接拿小笔调点淡墨，朱标、深绿，你看，直接调点淡墨，这里面有一点点这个颜色，不要太深，不要太深。好，我们怎么办呢？就有些地方了，因为这个纸我也给大家说了，这个纸它是属于是这个表过一层的，它基本上啊就是有点儿，你说它晕不晕开了？它有时候遇到墨多啊、水分多，它也晕开啊，它也会晕开的。哎，但是呢，它跟我们别的宣纸呢，它这个相对而言，它要晕得慢一点啊。你看，我们再通过这个。虽然是刚画的，啊，虽然是刚画的，哎，但是这么一擦，也不怕它怎么样来，也不怕它这个，你看多怕它晕开。
好，我们再看这个，再看这个树，这个树其实它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哈，但是它呢，哎，也是比较在前面的就比较舒服，看到哈，比较舒服的一块。我们把这一块画了以后，就透过它，我们看到后面有很多的瀑布啊，有很多的这些哈，然后有些地方可以点个台，点台的墨色就是我们开始画树的墨色。点的时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我们不光是在树的外面点，有可能有时候树的里面。这点的时候啊，你要让他感觉到哇，这个台点是很舒服的，他不要点了以后觉得反而觉得很别扭，那就有问题了哈。怎么样能够让它舒服呢？就是我们这样点的时候，你看3个1点啊，你看这里是两个，一个大一个小，这里呢3个是吧？它有疏密关系啊，有些地方呢紧一点，有些地方呢就松一点啊，这么出来。把有些不是太你看它不是太这个立体感不是太强的，可以再强调它一下，强调它一下。我是一直在想，可能还没想到哈，这个怎么去加一支？如果想不到就不要加。好，我们现在把这里画了以后，我们就要调点颜色。将就开始这一笔，其实画上面啊，它是要不了多少颜色的，很少的颜色。你看，我们只将就这一笔，是要不得这个墨啊，只是就这一都够了。一般这种盘子呢是比较好什么呢？就是说我今天用不完，明天我提高班的时候呢，照样可以用，只要一个盖子一盖就好了。你看我们现在这里面，在加了墨的情况下，又加了好多的什么？又加了好多的这个颜色。用小笔也可以，干脆用大笔也行。用那些，算了，小笔吧，因为画面很小。这里虽然是画了哈，虽然是我画了一些这个就说是线条啊，你比方说用铅笔画了一些线条，但是呢，我还是分析了一下，我现在还是分析了一下这个石头的安排呀，这个。看看啊。你看，基本上啊，我们这个画上来，它差不多，现在应该这个笔上还比较这个。水分还比较多，水分多的话，它像这种纸上哈，它就不容易把这个边缘拖得比较光。我们一直说哈，
我们在画瀑布的时候，这个边缘一定要毛一点。你看，我们就虽然我这里还没有去开始这个画这个水，哎，但是由于边缘这里比较毛，就已经有水的感觉了，有水的感觉了。在画的时候，就像这些水哈，你不要一蹴而就哦，一笔就出来了。一笔就出来以后呢，它容易显得这些石头啊，你比方说像我们要画的时候哈，我首先我就先把顶上把它画下来，画下来以后，然后拿着笔拖。你看，拖出这些有水流的感觉。如果你水分很多，一笔就出来，你边缘势必就很光，是吧？这个出来以后呢，这个就出来以后，那个石头啊，就像是别的地方搅了一块深的颜色，用剪刀剪一块深的颜色，哎，把它画上去的那种感觉哈，贴上去的感觉。哎，你看。我们后面这个瀑布蛮大的哈，云水，今天既然以云水为主的话，就画一个大瀑布。笔上水分都非常少，水分多了，我开始水分稍微多了以后，它就没办法去控制，因为这个纸它浸润的效果不像我们宣纸哈这么好啊，所以水分要少才能画出你想要的一些效果。边画边分析，分析什么呢？哎，分析我们这个石头。我还是说了哈，不是说是我们这里画出来跟它这个就是铅笔印就好像是绝对的，是不一定哈。画画呢，也有很多形式，有些呢属于大写意，啊，有些属于这个小写意，还有些画的要比较精到，特别是这种小画哈，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你看。好，把这个水要画了以后，你不要都画的这么细啊，你不要是都是这么细一根一根的哈，哎，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以流水，这个像这里我们就可以拿着那个笔，把笔稍微散开一点，哎，这就是水纹。就是我还没画水，啊，但是基本上呢，水的感觉就出来了。水的基本感觉就出来了。我们退后看一下，
好，你看它这样子啊，就可以让你感觉到在画的时候哈，哎，这里比较密的石头是吧？哎，这里它就比较宽是吧？就有变化。你就不要一直都是这么一块一块。好多人画这个瀑布啊，都是以什么概念式的画法在画，就是说它这个水冲过来是吧？冲过来以后，一个石头、两个石头、三块石头特别是你们看传统的山水画里面，很多那些画瀑布也好，画什么也好，都是这么这个哈。我们现在只是先把水的这个，就是感觉把它画出来。好，画出来以后，后面的倒是要用淡一点的这个颜色再去画它，所以我们暂时不要去管它，我们先画这边。画这边的时候，这么大的瀑布，你也不要它完全就是都是这样子的，让它有点变化。怎么样有变化呢？哎，你比方说，我们先把水分还有点多。这个像一条鱼，再往上一绕哈，你绕龙门。其实你看我边画，都在边分析，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更融洽更融洽的这些哈。你比方说，哎，把它画。哎，慢慢的画，这个就只要我们去观察，你们会经常就说是看到哈，有些大瀑布冲下来以后，有一股水冲到这些石头群里面来，然后由于这块石头是凸出来的，它就分流成很多的这种小瀑布这种是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很好看的。现在呢，我还没有去把它的这个，把它的什么呢？这个层次分出来分出来以后肯定是很好看的。哎，这里面它又有些水冲下来，把这一块画了以后。
你看，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哈，虽然我这张画很小，但是一会儿我倒是画完了以后啊，那你会感觉到这个瀑布是非常壮观的，也很精彩。由于我这个鼻上水分很少，这个形状都可以不停的去更改这些形状。哎，有些觉得不是太好的，那我可以把它再加大一点啊，再加小一点啊，是吧？这个石头加的宽一点啊，都行。这个笔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这个小狼毫，大家手上只要你们买了套装的笔啊。都会有这一支，不管是4支也好，5支也好，都会有这一支笔。哎，你看这个细微的变化都已经把它画出来。大家看哈，现在就看这一点瀑布，是不是就已经感觉到它的层次了？都还没有去，我还没有去去把水画出来，但是我们已经感觉到什么样了？这个瀑布是一个蛮大的瀑布，流下来以后产生了很多这些很好看的一些效果啊。这个要注意，比如我们这里画了这么一条，这一条其实和它们两个就是一个疏密关系。如果我再把这里画的很密，很怎么样哈，跟它一样的，那就不好看了包括我后面这里，我还在分析，我们怎么去把后面这里再把它处理的更好处理的更好。变化。我今天在构图的时候，其实也就只构了这么多，也就只构了这么多。好，然后再往后面走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这个瀑布，它衍生出来以后根据它再逐步的去衍生这些。你比如说像这里已经有很多的这个。都是这个瀑布我这里就是有可能就考虑一些涓涓细流增加一个它的一个层次感你看这一条来它又不一样。好，再往后面走，说不定因为上面呢，它有个它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它这个是弧线，它不像我们平常是直的话，我这里就好处理它是弧线，它画到这里它就压缩了。那我们在压缩的时候呢，当然也是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就是要考虑到它如果是比如说延伸过来是吧？我这里还有好多的水，我把这里就省略掉我把这里省略掉了。这两股水，包括这边的水都是往这边流的话那我本来开始还考虑，这么弯过来就不用弯过来了，让它们怎么样呢？很自然的，有一个呼应
方说我现在，就会。是吧？这个时候就要去分析，你要把这股水，你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把这股水在前面，那你就把它画到前面来，到时候在染的时候，在画水的时候，把这些水画到后面，把它画到后面，自然而然，你看它层次感就出来了。刚刚我们说了嘛，有意识的就本来它这个如果是横过来的话，这上面就还有这么大的空间，是吧？这个水横过来，但是它现在弯下来了，那我们就考虑它。你看，我就从一半的地方，就是上面还有空间，还有这些，那不管它了啊，让它上面还有空间，让你去想。好，就把它们给衔接好了，是吧？大家看现在这个水，它的层次有非常多的层次，这里基本上差不多到这里就够了，不要再一直画下来，因为我这个地方我倒是还想画一些流动的水啊这些哈，还想画点流动的水。那怎么办呢？就这里怎么去延伸它呢？其实很简单，我就把这一块呀。画的稍微深一点。其实你把这些山石画的比较深，倒是染色哈，现在还没开始染色哈。画的比较深的话，自然而然的水就亮起来了。我们当然还是要注意一会儿，怎么样去把这个水的层次染得更漂亮，是吧？这个水现在水有很多的层次，但是我们现在都还没去管它。好，基本上到时一会儿我们用中式环来画这个水，是吧？把这个水画出来以后，我要考虑它这个这地方画不画石头嘞？水可以画个石头把它挡一下吧，不画，因为画一个石头有可能跟它对称，啊，画个石头跟它对称，我们看一下哈。画画呢，反正就是我是觉得像这种是很有乐趣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在画的时候，边画边去分析，这个画面它合不合理啊？画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问题啊？这些，比方我刚刚我一直手在这里比划的目的是什么样的？目的就是说这里画一块石头，把这里压一下啊。但是呢，
要下笔的时候，突然发现我这里有一棵树，这个树很深，虽然这个石头没这个树大，但是呢，它如果是画出来以后怕两个对称了，干脆算了吧。最好让这个画面上它有主次不要让这个画面平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都是边画边分析，包括我这下面如果要画水的，画这个下面水流动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里要画一块石头，那我就不要再画到这里，因为画到这里的话，它这里都是一排石头下来，它们就对称了。我要画到这个位置上，是吧？画到这个位置上，这都是在教大家给大家讲一些我们在构图中最基本的一些构图最基本的构图。当然，我们这里石头在画的时候，其实也就几块石头不要太多。你看，它这里是竖式，就是这里石头基本上都是竖式，就是往这流下来的。好，我们在画这块石头的时候呢，那我这里面你看，基本上这块石头我有意识的把它横着拉过来，一下子就让整个画面就有变化了，是吧？就有变化了。稍微大一点，你看，把这个水冲下来。这边是可以稍微来一点。边画我边都在分析说这里很重要，说基本上没怎么说话好，然后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这个我们调点颜色，基本上这个前面的这石头布实，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画瀑布的话，布实是非常重要。你石头布得好，那你差不多整个画面基本上
就协调。你石头布的不好的话，以后你的水画的再好，它都没有办法去它都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布石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们这里在画的时候，这一块我画的非常的密，是吧？非常的密。我今天有意思的就是想把这个画面虽然很小，但是整个这个水瀑布的感觉是把它画的非常的厚重，非常的这个气势磅礴的画，让这个画面就争取做到什么小中见大。好，我们刚刚说了，这后面这个让它也是要有这个水的那种感觉而且要稍微就淡一点的，稍微淡一点的。你看，其实这后面我又增加了它一个层次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它这个水由于水太大，它冲下来的时候是有一定的浮现，是吧？然后顺着流回归到垂直的这个角度。所以由于这里冲的浮现大，我这后面呢又是这个水它相对而言呢，你看它这个都是基本上是垂直的，它们两个就有个交错。这就有层次了。把这块石头，突出一下，通过这个石头，你看，我们先把它大概的一个感觉先画出来。这个地方呢，本来我开始是没安排的，但是我觉得这块石头下来以后呢，这个他们两个有点对称，
干脆我后面安排一块，安排一点这个瀑布过去，让它延伸过去，到时候云气从这里穿插，云气从这里穿插的话，那它就整个就穿过去了，是吧？就穿过去了。你看，基本上呢，就说是我们用了前面1个小时的时间哈，把整个这个构图的大概的一种感觉把它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下面我们就是就要准备干什么呢？就是把它的水的层次然后一些细节我们把它处理好。把它处理好的话，到时候这样的话应该还是很好看的一张作品哈。我们等它稍微稍微干一下吧哈，稍微的干一下，我们就可以去画这个水哈。我们现在2点58，我们3点08，我们就开始上课哈，休息一下。之后通过石头把水蹭出来了，到时候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这远树点点树这有些树哈。我们现在就准备调点颜色，来这个画水。这些都用不上了，基本上我就说其实画这个扇面，它真的是非常的省墨，肯定就1、2滴墨就能够把它画一个扇面了。好，基本上这个笔里这个笔里有很多的这个墨色。我们现在用太极蓝、胭脂、山绿、灯黄。你看，把这个颜色先把它调成那个我们常用的这个冷色调的颜色哈。好，然后再根据画面的需要，第一要把这个笔里的笔根的墨把它给蹭出来，全部把它压出来。要不你只在笔尖上加点白色哈，你只在笔尖上调，一会儿画着画着笔根的墨就跑出来了，就很讨厌。怎么办呢？就是使劲压，基本上那个笔根没有墨，基本上大家看哈，6种颜色都进去了，以后，然后呢就要看你以什么颜色为主我们现在肯定是这个就不是以红色为主，是吧？所以说加这个珠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色调更柔和。当然加水也好，加白色也好，其实也是为了让它整个的色调呢稍微淡一点，不要这么深。基本上刮
像如果是我笔跟颜色没有弄干的话哈，在刮的过程中就会包括就这样子都还有一点点，这没关系，一点点没关系，就怕太多。好，把它刮了以后，把笔呢要稍微扭一下，我们可以先从下面也可以，先从下面画也可以，从上面画也可以，都可以的。也是一样的，先看看笔上的水分会不会太多，要把它，如果是没留好，可以通过手来把它这个外面的形状。你看，我们现在用这个中式欢来画的时候呢，它就明显会感觉到这个笔的硬度。把这里画了以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水啊，它的层次就有了啊。当然也要注意了，有些地方哈，该虚的要虚，有些地方呢该跟云衔接的衔接，这样才能协调。要不这样子很生硬的在这里啊，他会觉得不是太协调哈。都没关系，我们慢慢画。你看这个水流下来，好，这个水跟这个水呢，它是有一个交错。我们在画这个水的时候就要注意，它跟壶口瀑布呢，它画法还不一样哈。如果是壶口瀑布的话，会把浪花画得非常大，它的这个抖动的感觉会更大。这个就是轻轻的抖动，只要抖出来有水流动的感觉就可以了。通过这个水，把它的一个一个的层次都把它都连起来。画水呢是分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多次了啊，画水是分4个步骤，现在我们是第2个步骤，所以说，等一会儿我们把4个步骤都画完以后，你再去看这个水它的层次啊，它这里就出来了哈。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鼻上的水分啊，鼻上这些它都比较少的情况下，好，我们就可以。如果是没多少水分了，我们再将就开始那个颜色再淡一点啊。顶上这里可以稍微轻一点，下面这个地方可以稍微重一点。好，一般说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哈，把这个延伸下来一点，顶上这里，你看我这揉，在它的交界的地方，我们就会怎么样呢？再把这一块交界的地方，这里把它画的比较深一点。上面清晰，下面这些就让它又融为一体。这下面又融为一体，是吧？就让它们互相的交错。一会儿就可以。我把笔尖加了一点水，因为是刚画了以后，最好马上就把它晕开。这样我在画的时候也是特别小心哈，也是特别小心的去处理这些。
到时候就在烘染的时候去处理它。好，把它差不多晕染好了以后，又染下面。好，真正这个瀑布很精彩的地方是在就是马上要染的地方。找一个好的角度、高度啊这些，我们画的时候好画。好，你看，你比方说哈，它这里，我们先看看，水分如果很多的话，可以把这个石头稍微染一下。如果还很多的话，我在旁边挤一下。现在就是通过这个画水，把它的层次把这些层次把它画出来。你看，像我们这里。有些地方太小了，不好去处理的话，我们就用这个小笔，因为这里面你看，大家看哈，都是非常小的。大家不要小看这支小笔啊，这支小笔，它虽然很小，但是其实它可以基本上这东西都能画。你比方说到时候有时候一点点的什么山石啊。它也可以去画水，它也可以画树啊，是吧？包括我们有时候烘云，很小的那些都可以用上。说这个小笔是非常用途是很广的更不要说它本身的工作，不要说它那个画房子啊、画桥啊这些它的本职工作它也做得很好。对吧？开始那个笔太大，我没办法去处理这种细节。
我们画画呢要做到什么？你能够画的很粗犷。你看有时候我们在画这个丈二的画呀，或者画6尺的画，是吧？我们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画的很粗犷，但是也能够像这样子绣花一样的，但是它同样可以通过这个画法表现出气势磅礴的。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哈，虽然很小，我们大家就看，是吧？就看目前这个镜头来说，是不是觉得这个瀑布显得特别大啊？显得特别大。它这个就什么样呢？然后把细节处理好了以后，又可以拿这支大笔，慢慢的去染它，不断的去完善厚重。你看它的边画越画它越厚重。作为这一块瀑布来说和这块瀑布来说的话，它们在前面，因为你看它这个水冲下来，它这么冲下来的，它就在后面。那如果在后面的话，那我肯定后面这一块。就干什么呢？这块就比较深，你看，把前面衬出来，是吧？一下子它就有个层次了。好，再往它后面走的话，这个，因为这里画了很多的这个就是纹理，所以我们这里呢还得再稍微的水分很多，水分很多，一画它就容易画不出，因为它非常的小，就不容易画出线，所以我们在别的地方再擦一下，再试一下。就可以了。
越到远处的话，把这个笔弄得顺一点，不要弄得散得太开，不好控制。好，这个地方它又存在一个层次，你看，我们又把后面稍微压一下，在压的过程中要注意，让整个这一条它属于是什么呀？很自然的下垂，但是下垂的同时也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要注意不要分得太光。现在好多学员在画这些啊，就画出来的就觉得特别的这个生硬。不要怕哦，这下面是有个木头挡住它了，那没关系，你就直接大胆的。哎，你看，我就把这个水啊这些基本上就画完了。画完以后，把它擦一下。当然有些细节哈，太细节的我们这个还需要用小笔。有些细节很小的这些哈，我们还需要用小笔，因为大笔它不要小看这一点。有时候画面上啊，别人一说，哎，这个画面很精到，很精到哈，其实就是在说，他不是看你这个大的哦，你那个很粗犷的地方是不是精到这些哈，他主要是看你的细节。我们也有句话叫什么？细节决定什么？决定成败啊。有些地方啊，强调一下，哎，这里面水中的石头也好，或者水纹也好，稍微强调一下。它这里强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和这个石头啊产生关系。要是我们在这上面点台呀，画些小树啊，画这些啊，把有些觉得不是太舒服的地方，再通过它这个再染一下呀，马上它就很舒服了。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下面这些水还没画完哈，我们接着画。基本上就因为画面很小，没有必要去画很多的这个颜色的这种感觉哈，基本上就是一种色调就可以把这个水画完了。一样的，如果觉得笔上的水分很多，先利用这个颜色，把这个石头啊稍微染一下。你看，你把石头一染，是不是感觉水马上就怎么样，就凸出来了？
干脆我把这里就直接就虚下来了。哎，把这个水画到后面去。你看，现在下面这个水啊，是流的还是因为上面的瀑布很大嘛，下面流的空间并不大。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水啊，基本上贯通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哎，它流动的感觉啊，这些还是出来了。出来以后，现在我就要干什么呢？我就要开始，把它们这个，你比如说，哎，我这个地方。是吧？稍微有这么一点这个东西，这个时候把笔稍微鼻尖啊挤得很干很干，鼻尖蘸水。好，然后再根据画面的需要，哪些地方的量不要太明显。你比如像这些该压下来的就压下来了。如果太多的量会使这个画面显得特别的花。你看，我开始这里这几块，我基本上这里就把它压下来了，是吧？哎，让这个量就留在这边。我们拿一支干净的笔，把这个空白处把它打湿了。你看，就把它打湿了。打湿以后，将就这个笔的话，我看看这个笔根，这笔根还有点墨色。我们这是调的颜色，这是画水的颜色。但是要染匀的话，要烘染的话。这太青蓝加藤黄
笔根一定要弄干净。好，这个时候我们找点，你看边上拿个纸，把它使劲挤干。这个是挤都比平常我们要挤的更干一点哈。基本上平常的话就笔尖挤干，现在是连整个笔都挤干。我们把它画了以后。中间啊，就把它过渡成雾气，过渡成雾气。这么大的水冲下来，肯定要产生水雾。我刚刚说了嘛，这个雾气啊，要从它这个水后面穿插过来。后面这里就简单一点，到时候看是不是这里写字啊，或者是怎么样，画的虚一点。然后我们把整个这里画完以后，好，然后就开始我说了，画顶上的这什么样呢？顶上的这些小树啊，这个也是将就这个刚刚这个颜色，很淡，这个很重要哈，这些树，你把它画的很小，把它画的很小的话，它就可以，让整个场景啊。
你看树的画法很简单，我们把这个画几根竖线啊，长长短短的，哎，有疏有密的竖线啊，这里你看有些高有些矮，是吧？画了以后。再往后面画的时候呢，这个就用点淡的颜色，你看这后面擦一下，一下子就把它们那个层次啊就分开了。这边也是一样的，啊，这边也是一样。这个石头其实你看只有我一个手指头大，是吧？比我手指头还短一点，哎，但是我把这些小树一画，你会感觉到哇，这个石头好像就很大，是吧？这个就是比例问题。当然，在遇到有些胆大的人，他爬到这个石头上去，然后再跳下来，是吧？这个效果可能就更好，啊，但是我们一般也不要跳。这些在画面上也是很关键的。它如果只是这个瀑布的话，它显不出这个画面有多大。哎，但是有了这些，你看基本上哈很简单，很淡的墨，很淡的颜色，其实就是开始画水的这个颜色啊。你把它稍微加一点，是不是啊？马上你觉得哇，整个这个它就有前后层次啊，气势就很大了啊。然后我们可以再把这边这个30，哎，用一点点赭石色，赭色的我们就用朱标加这个藤黄。把这个颜色再染一点，染到这边来，让它们协调一点。
好，然后就是什么样呢？然后就是那个树的，画树的话，肯定基本上就把它画成那个赭石色就可以了。我们怎么样调赭石色呢？水分很少，我们就在这里调了。猪标加胭脂，你看，首先我们调一点稍微深一点的，把这个树，看到哈，染的时候啊，那亮的地方我都不去动它，都是在它的比较深的地方或背后面的地方去染它，是吧？像这些亮的地方啊，都不管它。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笔洗一下，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藤黄，藤黄多一点了。加这个猪标，白色，这个明显就比刚刚就要亮很多。哎，这个时候看啊，也不是全部染，该留亮的地方还是留了，就是最该亮的地方还是留了一点啊，这里留了一点是吧？别的地方一染，就把这个树啊，把它就衬出来了。好，衬出来的时候，然后有些地方啊，我们再调点颜色。为了让整个画面协调一点，哎，我加一点点暖色调进去，很淡很淡啊。你看，就这个色调啊，隐隐约约在这个画面后面会有一点的同时，把它们全部染掉。其实为了是衬什么？衬这个前面的水。好，前面的水这里最上面不要去染它，哎，下面啊有些地方也稍微染一下。然后我们现在哈，这个瀑布，这个瀑布整个来说是吧，气势很大。好，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染好以后就等它干，等它干以后，等到我们一会儿再在上面再处理一些这些细小的东西啊，细小的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整个来的整个这个瀑布的感觉啊，它是非常的怎么样呢？气势磅礴哈啊，非常气势磅礴。没关系，我们等它稍微干一点以后，有可能都还要吹一下
一会儿让它吹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加里面的东西，包括一些飞鸟啊，包括这些哈。点点苔，画些小树画些小的树像这些石头上到时候都可能长树的画些小树。我们现在可以这个就画一样的，这个在画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因为墨色呢就是开始那个墨色，可以适当的。大家看哈，我现在就拿了一支比较尖的笔。开始有一支笔呢，它是就比较这个比较凸一点，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画这么小的山石画这些树这些开始都是用这个但是一旦要画这些就是像小的很漂亮的树枝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你比方说我这里点苔，还没干呢。当然也可以在一些这个在一些石头上长一些小树这些都可能的，是吧？都可能的。它这里长这个小树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把这个水和这个云就很好的把它给连起来了你看我们现在由于画面它比较小，所以说这个树枝这些我都把它画的都比较怎么样，比较细。是吧？到时候我们这上面稍微加上一点这个树叶这些就可以了。加树叶就用开始那个笔都可以。这支笔呢，它就相对而言那个笔锋没有这么多了。点的时候也不要点的
就不要点的太多，要有透气感。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点的时候，又要保证这个树它有它的覆盖能力，但是呢，又要感觉到，这个树啊，后面的雾气啊，后面的这个它不会被影响。你看后面的这个水是吧？后面的云这一点都不受影响。这样子一画了以后呢，马上你会觉得开始那一根树啊，它就不孤独了，有东西了，是吧？包括这里面这个像有些这个把它调的浅一点。可以再把这里面的一些结构啊，再把它强调一下你不要说觉得这个地方下来这还不够稍微强调一下，让它显得更加的丰富。开始呢，肯定大家会觉得，这个画出来以后，瀑布太露了，是吧？瀑布太露了，露的太多，不舒服。现在我们画了以后，添加一些元素。这些瀑布主要是竖势都是垂直的往下流。好，我们这个树枝，你看有些就横着往外长。通过这个树枝过来以后，你要把有些地方点点苔呀，有些地方稍微处理一下，它就没有这么清晰了，它就没有这么清晰，是吧？整个来说。
你看把它穿过来哈，这个鸟在画的时候，一定是要注意不要画太大啊，不要画太大。然后呢，在画的过程中不要画成一团，有些学员在画的时候哈，就画成一团，大家挤在一起。它这个你看，有些挨得很近，哎，有些又隔得很远，是吧？稍微虽然我们画面不大，哎，但是还是画了不少的这个小鸟在这里面飞。这个鸟一去以后，它马上整个画面啊，它是吧，就比较活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树的前面再调点颜色。比方说，我就加点白色，太起来。要很有覆盖能力的，这个颜色哈。我们干什么呢？在这个里面稍微的点它一点，是吧？稍微点它一点。这个其实让它空，这边可以提。我看看哈，对，我看一下。我开始看了一下哈，这个本来我当时给大家说的，哎，有可能写字写到这里，现在看样子不能写这里，啊，为什么不能写这里呢？正好这一块是空的，因为我们大面积的地方都非常的丰富，是吧？因为一张这么小的一张画，画的这么丰富的话，那还是非常那个，如果再把这里挡了，肯定不行的。如果要写字的话，好多学员就说了，哎，给我们建议，哎，郑老师，你这个上课啊，是不是把字写了？因为平常的话，我们把颜色做完基本上就已经超过时间了，还要再吹干，这样那样就比较麻烦。今天我们是直接先把它吹干了，是吧？这种上面有几种写法，有一种就是顺着它这个写过来。也有一种呢，就直接就这样子竖着写啊，从这里把竖着写下来都可以的啊，都可以的。我们看一下哈，最好的是竖这么写啊，因为是斜的，我就把它斜过来。字不要写大了，写小一点。
好，你看，基本上哈，我们把这么一写，它这么给它连过来的话，这一块就正好，是吧？就正好。这种话呢，就是我们看看哈，给大家看，基本上以瀑布为主，这个。